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口罩潮势力 A Review 为我们带来的本期 OOB 热点快评。我是 Kevin， 我是 Feline。Feline， 你今年春节有没有出去玩？没有啊，今年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。但是我之前有去过周边玩，就比如新加坡啊、台湾啊。说到台湾啊，我听说最近大陆好像松口了，可以去台湾旅游了，是吧？松口是松口，但是就这么大一条缝，只有上海居民能去啊，只能去金门和马祖。啊，就这？我们马来西亚人去台湾都可以直接免签的。别说了，你们护照可以免签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，进台湾就跟回家一样。不要在我面前再炫耀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想当马来西亚的公民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有多少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啊，都还拿不到身份证？我懂。我有个邻居啊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一对中马夫妻，来自中国的爸爸非要给孩子上中国户口，拿中国的护照。那这也很正常啊，爱国嘛。但是在马来西亚可以选的嘛，等孩子18岁了之后再选国籍也不迟啊。是啊，然后结果就悲剧了嘛。想带孩子去台湾玩，签证是申了又申啊，每次都悲剧，机票、酒店钱全部都打了水漂啊。那我记得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是可以去台湾旅游的啊。对，但台北办事处给的理由是这个孩子没有 RHB 银行卡。没有银行卡，所以拒签。因为这张 RHB 银行卡同时是学生证，而且只有大学生、研究生才有资格办，小学生不好意思了，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。那小孩哪里来的大学卡？这不是为难人吗？附近有个国际学校，计划组团带学生去台湾游学，签证是申了好几个月啊，结果呢也是一样拒签，最后他们改签去北京了。哇，就是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歌唱天赋又上线了，上期那个龙记肉干可烧脑了，这期又来。给大家给个一键3连，我都能满足。是不是很多人都以为大陆人去不了台湾了，是因为疫情造成的呢？这个误解其实非常普遍，也很冤枉疫情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那真相是2019年8月1日，疫情那个时候还没有影子呢，大陆官方直接一纸公告，47个城市赴台个人游，也就是季签、自由行，直接暂停。所以疫情是来背锅的，是无辜的背锅侠。对，实锤背锅。至于为什么暂停，你懂得那个原因吗？又是那种懂得都懂的那一类。我只知道2019年那个夏天，我去香港玩的时候，感觉风有点大呀。风大那就热闹好不好？那个热闹直接让对岸的选情也跟着热闹了起来。台湾那个时候快要大选，民进党一看，竞选题材从天而降，就属于那种瞌睡来了有枕头，这剧本写得太好了。国民党的选情直接不行了，然后疫情又来了，这下更没有必要恢复自由行了。可是疫情都结束4年了，大陆居民到现在还是去不了台湾啊。正规渠道难，但不是完全没路。比如日本的经营管理签，各个国家的永驻，哪怕是工签呢，只要是有长期签证的，都可以去台湾。普通人嘛，淘宝懂的都懂，3000到5000，黄牛帮你搞个商务考察签证。可这是灰产啊，正道不通，歪路倒是挺繁荣的。所以说两岸三通是三通不全通，飞机还直飞，货轮还停靠，人没有完全断，比最好的时候差，比最差的时候好一点。那就是处于一种薛定谔的三通。是。Kevin 那陆客断了这么多年，台湾旅游业受冲击大吗？台湾官方叫陆客来台，我这里有台湾交通部2025年的数据，非常直观。那我们先看人数2019年前7个月来台总人数1073.9万，扣掉陆客是800.7万，所以陆客就有273.2万。注意这只是2019年前7个月，在8月以后呢，自由行就停了。那么拉到历年最高峰来看2015年陆客418万，占全台游客将近40%。哇，40%那这40%突然消失。再看消费，2015年陆客人均每日消费232美元。那我记得日本人也很喜欢到台湾旅游的。但你知道吗？陆客比日本人
更能花钱。什么？陆客竟然比日本人还能花？当年的陆客绝对是台湾旅游业的大金主，所以大陆是把游客当成了一张牌，你不友好，我就不送钱给你。逻辑很通，但疫情来了嘛，全世界的游客都消失了，这张牌啊等于是废了。不只是废了，虽然是想断人家一条财路，结果天灾一来，台湾旅游业直接死了。那在疫情最猛的时候啊，台湾旅游业究竟惨到什么程度呢？2021年，全台只接待了14万游客，不到2019年的1.5%。哇，那真的是凉透了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直接制裁了个寂寞。来学上海话的 Kevin 同学，你说说为什么这次先放上海人去金门和马祖？上海人啊，不仅有钱，而且老龄化程度比较高。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高善文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生机勃勃的老年人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，还有生无可恋的中年人，是吧？前2天槟城庙会，我左右两边坐着2个中国家庭，仔细一听，上海你呀，哇，绝了绝了！不过我以前去上海啊，确实觉得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不一样。哎，怎么个不一样？他们干净文明，人也比较有边界感。你这么夸上海人，小心被喷啊！反正我作为马来西亚人啊，是挺喜欢国内从上海来的那些朋友的，有礼貌、有分寸，还挺随和的。是的，上海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，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。在上海，有很多的台湾企业啊，富士康、台塑、华硕、群创光电、广达。是的，在没有自由行的背景下呢，现在每天往返上海和台北的航班还有24对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！你觉得台湾和上海这么紧密的经济联系，再加上现在打开了这个门缝，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员往来，这一切能不能缓解台海局势，甚至在高层权衡利弊后避免掉战争呢？我觉得有可能吧，两边这么多利益捆绑，这么多民间往来，政客们都应该谨慎对待啊。台湾有这么多利益在大陆，大陆的电子行业也要依赖台湾的供应链，这样长期对立下去，对两边都没好处。所以你觉得现在释放善意，实际上是在增强双方的经济引力场，对吧？是啊，利益一致，然后相向而行。我觉得你乐观的有点早，这个善意恐怕不只是释放给对岸的，还是释放给美国的，是吗？怎么说？有几个点可以关注一下。第一，川普访华，关注到了3月底清明节前，估计双方会开始讨价还价，中方会释放更多的善意。然后呢？然后问问台湾是否可以交易。川普可最喜欢交易，那必须能啊。再然后呢？然后就要看今年美国经济的表现和川普中期选举的表现了。那表现不佳会怎么样？不佳嘛，那交易价格会下降，交易的紧迫程度会提高，赤马红羊怕是真不太平啊。那看来 AI 真的要努力了。美国经济需要 AI， 世界和平也需要 AI 呀。AI 加油！关于台湾重开自由行试点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怎么看？是的，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想去台湾看看吗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